提起麦当劳，除了精美的小玩具、出色的装潢设计，其极具特色的 M 型 logo 一定让很多人过目不忘。要知道，这个在今天的年轻人群体中越来越不受待见的快餐公司，曾经是很多家长许诺给孩子1周1次的奖励。然而在成立之初，这家公司的 logo 并不是大写的 M 和麦当劳叔叔。不过一切还是要从汉堡的诞生开始说起。对于麦当劳来说，这是其菜单上极其重要的单品之一。汉堡的诞生和德国汉堡市并没有任何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发展陷入停滞，美国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在当时运送移民的轮船上，船主为了节约成本，把劣质牛肉剁碎了与面包屑一起煎成圆形肉饼，竟意外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要知道，当时以高贵自居的欧洲人为了进入美国，不惜忍受各种侮辱，觉得肉饼好吃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来随着大批移民涌入美国，这种吃法开始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不过刚做好的肉饼很烫，不方便拿，于是小贩们开始用2片面包把肉饼夹在中间。这一吃法在1904年的美国世博会上吸引了大批游客，至此汉堡正式诞生。1940年，犹太人麦克麦当劳和迪克麦当劳创办地的快餐店曾一次订购过8台自己公司的机器后，克雷克决定去那里看看，然后就被15美分的汉堡和排起的长队震撼到了。也许麦当劳兄弟并未意识到，但是克雷克笃定地认为这将成为改变美国餐饮业的商业模式。他疯狂游说，变卖家产，获得了麦当劳除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外的经营权。1955年，克雷克在伊利诺伊州的德斯普兰斯开设了自己的麦当劳。和此前那些失败的加盟商不同，克雷克非常注重产品的标准化问题。为了保证此后的每家分店都拥有同样的口感，克雷克甚至建立了汉堡大学来培养专门人才。1960年，在克雷克的苦心经营下，麦当劳在全美的分店达到228家，营业额高达3780万美元。不过按照当初的合约，克雷克只能抽取营业额的 1.9% 作为服务费，而且不准擅自对餐厅做出整改，这大大制约了克雷克的扩张计划，比如与可口可乐合作。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克雷克赚到的钱根本不够他开设分店，自身反而差点破产。情急之下，克雷克遇到了此后麦当劳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哈里·桑纳本。在哈里的建议下，克雷克成立房产公司，吸引投资，用赚来的钱租好店面，然后交给其他的加盟者，赚取租金上的差价。这也是为什么麦当劳一度被称为地产公司的原因。直到今天，麦当劳在全美拥有的地产价值高达180亿美元。靠着这种模式带来的高收入，克雷克在1961年正式买断了麦当劳兄弟的快餐店。他们后来又开了一家名为大麦克的快餐店。不过克雷克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在他们旁边开了一家麦当劳，搞得2兄弟根本活不下去。不过关于当初麦当劳被买断一事也有2种说法。一是克雷克在自传说，2兄弟当时不想承担高额的税收，所以以270万美元的天价把公司卖给了他。而在电影《大创业》中，则是克雷克利用合同上的漏洞抢走了麦当劳，包括配方、商标、版权以及所有的一切。2010年3月4日是美团第一次上线的日子，当时美团的噱头是1周只卖7件商品。和所有被指抄袭的公司一样，美团的模仿对象是明星创业公司高朋团购。在这种团购平台与商家通过节约广告成本让利给消费者的浪潮下，一大批竞争者前赴后继，窝窝团、F 团、拉手网。截至美团成立后的3个月，国内团购网站超过2000家，最高峰时有5000家。再加上拍马赶到的腾讯以及美团在年底得到的唯一投资，千团大战一触即发。然而对于一家团购网站来说，你能聚集到多少商家，提供多少优惠，这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为了保证平台初期的好评率，美团果断放弃了最初定下的代理商模式，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公司。在市场淘汰了一部分团购网站后，广告大战于2011年拉开了序幕。其中，团宝网广告投放5.5亿，糯米网投放2亿，大众点评3至4亿。大众点评、窝窝团和拉手网也融资不断。此时吃过校内网资金链断裂教训的王兴非常明白，如果只是靠投钱做广告，那么谁都不是百度和腾讯的对手。在把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当成立足点后，王兴与阿里结缘，完成5000万美元的融资，以应对预期中的资本冰冻期。而且王兴对外宣称自己手握6200万美元现金，成为千团大战中一场最漂亮的公关。
团购业的资深玩家、投资人都承认，美团能迅速从千团大战中脱颖而出，根源阿里巴巴副总裁甘家伟仍不赚钱，但是相比成立之初，口碑上升，业绩已经翻了10倍，在烧钱为主的互联网产业里已经相当不错。2011年是实物团购发展迅猛的一年，像化妆品、服装的团购毛利高，很多团购网站将精力放在了实物团购上，一度将服务业晾在了一边。但王兴对美团网的定位其实一直是本地生活服务商，尽管这些领域的团购单子毛利低，做起来吃力不讨好，最终美团还是坚持放弃商品团购，走服务团购这一低毛利路线。所以美团拒绝了阿里业务嫁接的请求，他们的目标是要做中国最好的服务业电子商务。于是王兴提出 T 型战略，猫眼电影就是这一战略的第一步，而美团在酒店业务上的步伐也快速迈开。经历了千团大战、经营策略转变的美团，在2013年时已经占据了50%的市场份额。随着猫眼电影每月30%的业绩增长和独立出来的美团酒店业务，外卖服务成为盈亏平衡后王兴看上的又一市场。2013年12月19日，美团外卖上线测试，主要竞争对手是上线已经3年的饿了么。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团大部分业务进入盈利阶段，尽管利润微薄。重叠的 RR 标志是劳斯莱斯尊贵身份的象征，它来源于2位英国创始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机械天才亨利·莱斯和出身贵族家庭的劳斯。1903年，莱斯成功制造出第一款2气缸发动机 Rolls 汽车，劳斯看到后对这辆运行流畅、噪音很小的车子很感兴趣，他立刻提出邀请，在1904年的圣诞节与莱斯签下协议，成立了劳斯莱斯汽车制造公司。1907年巴黎汽车博览会上，劳斯莱斯凭借金色中顶型散热器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造车理念，比如马车走路式设计、向后打开的车门，让当时的新闻界，劳斯莱斯被选作 L1011的唯一发动机供应商，开始全心全意研究3转子 RB211型发动机。巨大投入让其无暇投资汽车领域，在被英国政府包养同时，后者也将汽车部门正式剥离出，抛给国防装备集团公司维克斯。20世纪90年代，宝马与劳斯莱斯合资，随着飞机发动机 RB211的问世，以及成功应用于波音747、波音757、波音767，让劳斯莱斯成为航空领域的世界级竞争者。此时 RB211的继承者特伦特上位，市场份额一度飙升到40%。砍去了汽车业务并一飞冲天的劳斯莱斯发动机，也被称为罗尔斯罗伊斯，简称罗罗。1998年，维克斯集团接受了宝马5.75亿美元的报价，出售劳斯莱斯。小米，中国第一个凭借互联网崛起的手机品牌，在短短3年内便将手机业务做到了中国第一。它是如何做到的？互联网红利之后，小米积极布局智能家居生态链，它的产品边界又在哪里？触摸品质，发现未来，请立即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小米的梦想。2017年3月，在央视财经频道2016至2017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节目中，小米以29%的支持率荣选为百姓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制造的消费品牌之一。作为中国第一个借助互联网崛起的手机品牌，小米曾横扫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将手机业务做到了中国第一。今天，小米已然成为中国科技互联网行业的明星企业，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品牌之一。2010年4月，雷军创立了小米科技。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金山软件的 CEO， 也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投资过包括 UZ、YY 和迅雷等多家科技创新型企业。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未使他感到满足。大学时，他就曾梦想要创办一家世界级的伟大公司，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在雷军40岁生日那天，他决定去完成这个梦想。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雷军瞅准了未来智能手机终端市场的商机。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寻找靠谱的合伙人，搭建起最初的小米团队。刚开始，小米并没有立即开始制造手机，而是开发了一款基于安卓、深度优化和定制的第三方操作系统米 UI。米 UI 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习惯定制，每周更新1次，在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安装。这引起了一些手机发烧友的注意，他们体验米 UI，并在论坛里反馈改进意见。
强大的用户参与感与高效性，让米 UI 在半年时间内就积累了50多万粉丝。有了米 UI 的粉丝基础，小米便开始着手研制智能手机。要做智能手机，就要寻找硬件供应商，但是各大供应商都不愿意和小米合作。大家觉得雷军做软件行，做投资也行，但做手机太不靠谱。当时小米想定制夏普的显示屏，雷军团队一次次远赴日本跟夏普谈判都没有成功。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核辐射泄漏，雷军团队依然不愿放弃机会。在飞去日本的偌大航班上，只有小米的团队成员。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夏普公司时，夏普高层被小米的诚意打动，最终答应合作。不到1年时间，小米发布。当时很多消费者认为国产手机就等同于山寨机。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小米向公众拆解分析自己的手机：高通处理器、三星内存条、夏普显示屏。小米手机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同时搭配最快迭代速度的米 UI。而这样的智能手机走互联网渠道，只卖到三星等品牌手机1/3的价格。米一的配置和价格带给消费者强大冲击，小米品牌在社交网络被迅速扩散。当时在互联网上卖手机，小米还是第一个。除此之外，小米还以安兔兔跑分的形式来量化手机性能好坏，向消费者普及相应的专业知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手机行业的透明化。2013年，小米推出了红米手机，主打低端手机。进入低谷的小米开始积极反思，深耕技术研究，希望做出更多高质量、黑科技的产品。10月份，小米推出了 Mix 全面屏概念机，进军高端市场。手机一经亮相，便引起了众多粉丝热议。陶瓷的质感、超高的屏占比、巨大的尺寸，小米 Mix 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其口碑和品牌形象。2017年，旗舰机米6一经推出，就在市场上一路畅销。4曲面玻璃设计、不锈钢高亮边框、无孔式指纹识别。借助米6的影响，小米今年第2季度的手机出货量超过了2000万台，增长率高达60%，开始在稳中逐步前进。小米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它才刚刚走过了7年的历史。然而，在同龄企业中，它可能是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2016年，小米的专利授权量就高达2895件。即便是有中国技术创新标杆之称的华为，也是在成立20年后才达到这个量级。2017年2月份，小米又发布了它的首款自主芯片澎湃 S1， 这标志着小米是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第4家拥有自主研发芯片能力的主流手机厂商。正是由于小米强大的技术实力，它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布局品类繁多的产品。我们知道，除了手机，小米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硬件生态链。现在的小米似乎什么都做，事实也的确如此。小米以用户群为中心，只要跟用户相关的产品，小米都会规划到它的生态链中来。小米的产品众多，却不意味着它品质低下，它是真正用心将性价比这件事做到极致。凡它设计的产品，在提升品质同时，都还相应的拉低了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小米做路由器引入了智能家庭概念，刷新了国人对路由器的传统认知。小米做插线板，让插座加 USB 接口形式成为市场流行。小米做智能手环，短短3年时间就超越了 Fitbit 和苹果，成为全球最大的可穿戴设备厂商。小米做充电宝，将市场200块钱的均价压到了几十元，1年时间就占到了世界第1的位置，甚至在韩国占同类产品市场的89%。小米还有很多好用又实惠的产品，如电视机、电饭煲、智能台灯、空气净化器、无人机、电动滑板车、电动牙刷等等。目前，小米共投资了77家智能硬件公司，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VR、车载硬件等众多领域都有覆盖。它的产品获得了众多国际设计大奖，单单一支小米牙刷就有高达13项的专利技术，一面试就获得了国际设计大奖德国红点奖。小米是个有梦想的中国企业。在任正非要求华为手机要向集团贡献利润，而不是靠低价抢占市场的内部讲话传出以后，以及 OPPO 和 vivo 凭借线下营销和用户体验占据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前2名的时候，性价比一下子从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有不少人曾劝说雷军把小米产品卖得贵一些，但雷军说，每当听到这些话，我便感到很孤独，他们不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我就是要做出感动人心但价格公道的产品。小米在用心呵护着自己的梦想。不仅如此，他还发起了新国货运动，倡导更多厂商提升国货的品质，用物美价廉的产品真正的造福消费者。也许小米永远都没有办法和奢侈、仰视这样的词关联到一起，但小米的评价却实实在在的让更多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乐趣。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便宜肯定没好货，要改变这样的观念还需要较长时间，还需要消费者和中国企业共同努力。
希望小米的梦想会最终实现，希望中国的制造业。接下来继续我们厉害了我的国的展播，拿起您的手机，讲自己的故事，看中国的变化。现在来中国游玩、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哪些方面最厉害呢？不妨来听一下。我看到你带了一个 iPhone 的袋子，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小米手机，我们的国家的人经常购买那个小米手机，我帮他们代购。Just WeChat, video WeChat at any time, and we don't even use Skype or anything like that anymore. Then the big one for me was Taobao. You can find literally anything on there. For example? Leashes for hamsters, apparently. I saw a leash for a hamster and I want one.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take a bus, have some application you can see where now this bus and when you need to go to this station for take a bus. It's very comfortable for your time and for everything. I had to try the metro and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o the way you use the coins, like the coin knows where you go on, where you go up, and you just put your coin back, touch a plus one for the environment. Like in Belgium, we have the tickets, it's one ride, they throw it away, and here you just recycle. Very good. It's impressive that they can build so fast. You see that buildings over there, I think they have been 2 years. You do that in Spain, how long will it take? In Spain, 5, 6 times more. For schools specifically, we have these wonderful touch boards, not a smart board, but a computer screen built into the blackboard itself. It'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他的第一款相机叫做观音，他和老对手尼康龙争虎斗多年，他收购东芝医疗系统，全面进军医学领域。没错，他就是佳能。作为日本老牌的相机制造商，佳能80年的品牌发展史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预知详情，请关注下期节目《10万个品牌故事之佳能感动常在》。TCL 的创始人李东生出生于1957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班主任曾给他说过一句话：知识分子肯定会翻身。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于是班主任高昭君建议他选择理科，投身实业。高昭君不会想到，自己的几句话会改变未来中国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格局。而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谢，李东生在自己的母校设立了高昭君奖学金。顺利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后，李东生在这里遇到了同班同学创维创始人黄鸿升和康佳创始人陈伟荣，也就是这3个人在日后承包了中国的彩电市场。毕业之初，李东生没有选择分配的铁饭碗，而是进入了 TCL 的前身，一家名为 TDK 的中港合资企业。在这家生产卡式磁带的小公司里，李东生兢兢业业。在北京展销会上，他用彩灯彩带把 TDK 的展位布置得流光溢彩，顿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光顾。TDK 的销售额也在展销会后翻了一番。此后，得到总经理重用的李东生被委派至香港采购原材料。他发现录音电话在香港很受欢迎，于是向领导建议做点大生意。在李东生的分析报告书中，中国大陆地区的电话普及率仅有 0.38%。在此巨大商机下， TDK 与港商合资，于1981年正式成立了电话机厂 TCL。次年，在科班出身的李东生的带领下， TCL 开发出中国最早的免提电话。但当时的李东生手握产品，却无人脉资源和商海经验。TCL 免提电话的销量非常惨淡。1989年，在李东生卸下总经理一职后，张继时给他上了一门营销课，迅速在国内铺下销售网络的 TCL 很快成为全国电话机行业的霸主。离开 TCL 后，总公司依旧对李东生信任有加，让他出任惠阳工业发展总公司引进部部长，为政府寻找更多类似 TCL 的项目。此后，他用3年时间拉来第一次在华投资的飞利浦等10几家跨国集团。1996年，TCL 在李东生的带领下，成为彩电出口市场的领跑者。2001年 ，TCL 彩电成为国内第一品牌。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电视业务与 TCL 画上等号。同样在2000年，数字手机进入国内，波导、熊猫、海信、迪比特、南方高科等厂商选择贴牌代工，而靠家电发家的 TCL 则走上了一条自主研发的道路。作为全国首批拿到手机制造许可的13家厂商之一，他凭借邀请过金喜善代言的首款国产高端手机 999D 引发了市场的轰动。更有甚者会得意地把它挂在胸前，为其奠定了高端手机的形象。在那个中国刚刚加入 WTO， 外商就已经来势汹汹的年代， TCL 以820万欧元收购了施耐德的光学仪器部门，成为第一家进入德国的中国企业。
2004年，他一口气并购了法国当时最大集团之一汤姆逊的电视、DVD 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引发国际哗然。李东生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商界人物之一。然而，在收购了汤姆逊这种巨型企业后，麻烦也随之而来。李东生没有预计到，汤姆逊高达1.3亿欧元的年亏损会给 TCL 造成如此大的负担，再加上汤姆逊的技术落后于时代，慢了半拍的 TCL 在2005年出现亏损，1年后亏损金额从3.2亿飙升至19.3亿。财务报表公开后 ，TCL 股价狂跌。2007年还登上《时代》杂志的李东生被福布斯评为 A 股上市公司中的最差老板之一。再加上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成立的 T&A 也因2005年手机市场贴牌水货横行遭遇亏损。这两笔并购一度在一些论文里被称为史上最糟糕的并购。而 TCL 能够渡过难关，也离不开李东生当初壮士断腕般的选择。从2005年开始 ，TCL 手机在注重国内市场的同时，开始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将业务扩